我被江城首富的老婆盯上了，她带着众多富婆将我堵在会所包厢里，羞辱外加殴打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在江城，我戴丽晴就是天，敢得罪我，这就是下场，就是一个个没见过女人的狗男人。信不信姐姐们一不高兴把你们都淹了？看着其他闺蜜也跟着狗仗人势，我笑了起来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眼前被他们一同羞辱的是穷凶极恶的国际犯罪组织，一群血腥残暴的跨国杀人犯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组织拿到情报，特大国际犯罪集团出现在江城，我被委任围剿任务，确认目标后，协助组织实施围剿。这群亡命徒选择在江城街头，于是我就动用关系联系了江城首富郑景仁。他表面是商人，但和目标们曾有交集，底细可谓不干净。为了戴罪立功，他答应配合我混入犯罪组织内部，确认敌人身份和搜集证据。所以1周前，我就空降成为郑景仁名下产业皇朝会所的新老板。平时一身劲装的我，今夜穿着华贵的礼服，成为会所里最亮眼的公主。只是我即将要去地狱边缘徘徊一遭，与众多恶魔共舞。但和往常不同的是，今天停车场的豪车似乎多了不少，附近还有几个衣着华贵的女人。为首那个不可一世的红发女子我见过，是郑景仁的妻子戴丽晴。此时她正满脸怒容地打着电话。郑景仁，你可以呀，外面玩女人玩玩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把这会所送给人家，你是想让他取代我吗？躲着我也没用，待会我就让那个狐狸精好看，咱们走着瞧。我刚诧异，隐藏耳机里面便响起伙伴的声音。大部分客人都到齐了，但无法确定女王蜂是否在场。我说要亲自确认一下，让他们等我信号。同事叮嘱我注意安全，不要暴露身份。头号匪首代号女王蜂是第一目标。这次抓捕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机会，所以我丝毫不敢大意，只是看了一眼喧闹的太太团后，便推开414包厢门。各位久等了。砰！突然一个酒瓶直接在我身边墙上爆开，玻璃碎片划伤了我的脸。屋里人满脸狰狞，齐刷刷地看向我，地上还跪着一个遍体鳞伤的女孩，明显之前遭受过毒打。妈的，不会做生意就关门，拿这么劣等的酒招待叫花子呢？姓郑的是不是想死？信不信老子一把火烧了这里？从这群人身形和气质来看，无一不是刀口舔血的恶棍。我轻轻拍了拍耳机，示意那边的伙伴情报正确，而我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先稳住他们，拿到更多的犯罪证据。我陪着笑在豺狼般目光扫视中上前给他们倒酒。各位息怒，我替郑总给哥哥们道歉。期间我用余光分辨每个人的特征，全部和通缉令肖像对得上号，但全场都是男性，并没有发现那个女王蜂。正当我琢磨着如何将信息传递出去的时候，一人引起我的注意。他坐在正中间，脸上戴着面具，是唯一一个趁着我倒酒时没从我身上揩油的，但从面具下面那双眼睛里透露出来冰冷压迫感，比其他恶人加一起还要强烈。你在看什么？对方声音嘶哑低沉，如同恶魔一样。我连忙摆手说自己没看什么。一旁的光头嗤笑，小妹妹，奉劝你放聪明点，上次有个家伙偷看峰哥，你猜最后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光头用2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，突然作势一插，我吓得后退一步，
两只眼睛全被抠出来了，哈哈哈！见我如同受惊的小兔子，全场迸发出狂笑。峰哥，峰哥，女王蜂！突然我意识到，女王蜂其实根本就不是女的。那眼前这个人，别玩了，说正事。面具男摆了摆手，其他人随后安静。我在一旁仔细听着谈话，最后彻底确认了，此人就是女王蜂。于是趁着没人注意我，把信号发了出去，呼叫增援。过了5分钟左右，一阵砸门声响起，全屋人瞬间警觉，随后齐刷刷地摸向腰间。臭不要脸的贱人，你果然在这里！门被重重地踢开，来的根本不是增援，而是母老虎戴丽晴，以及她身后一帮太太团的脸。姐妹们上，给我好好收拾她！掉凯子，掉到我戴姐头上了，你真是活腻了！戴丽晴旁边的一姐妹上来指着我鼻子就开骂，这么大的产业，姓郑的敢给你，你还真敢要！戴丽晴扫视了一圈众人后，眯着眼看向我，吃他的用他的，送你会所，你小日子挺滋润的呀！戴丽晴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重重摔倒在地。其他女人们上来对我一阵劈头盖脸殴打。夫人，你误会了，郑总只是让我在这里当经理，为了防止他破坏抓捕行动，我只好解释。误会？我看你就是犯贱，拿了钱不走，还在这玩小白脸。姐妹们，这贱人不是喜欢发骚吗？来，咱帮帮他。对方根本不听解释，开始扒我衣服。当有人拿出手机录像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刀疤脸匪徒终于站起，一巴掌闪飞拿手机的富太太。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就敢直接闯进来！刀疤脸匪徒碾碎地上的手机，下一秒，门口的小弟关紧门，将包房门堵住。戴丽晴瞪向那人，什么意思？要在老娘面前英雄救美？笑死！你们也配？做男模就要有觉悟，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另外几个富太太也跟着帮腔，说来听听，你是什么不该惹的人？坐在一旁的光头站起来走了过去，我是这家会所的老板娘，今天在这得罪了我，弄死你们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。戴丽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，指着光头破口大骂，骂的时候还扫了一眼我，像是在示威。被骂的这光头外号屠夫，是东南亚凶狠的器官市场头子，估计以前从来没人敢和他这么说话，直接被骂懵了。好好好，反应过来的光头舔了舔嘴唇，恶狠狠地笑了笑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你们一个个从老娘裤裆下钻过去，磕上100个响头，老娘可以饶你一命。戴丽晴一脸看白痴表情，你他妈找死！老涂冷静点，别弄出人命，引起了注意。还有正事呢！一旁的2米高的壮汉连忙拉住就要拔枪的光头。正事？你们几个烂菜叶子还有正事？戴丽晴左边一个穿普拉达的美少妇满脸嘲讽，随后戴丽晴以及她的好姐妹们便开始对这些亡命徒展开无差别问候。缅北的菠菜皇帝，金三角的卖药郎，东欧的军火贩子，西亚的恐怖分子，曾经都是称霸一方的存在，今天无一例外全被骂了个狗血淋头。眼见场面要失控了，我上前拉了拉戴丽晴，赶紧走，这地方不是你们该来的。穿普拉达的美少妇一脚踹在我小腹，嘴里不干不净骂，小贱蹄子，你再叫我们做事，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在江城谁敢惹我们太太团？另外一个戴着围巾的女人傲然道，这些女人一看都是非富即贵，老公在江城多少有些地位，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的老公在眼前这群人面前连蝼蚁算不上，
即便是在江城如日中天的正经人，在这群恶魔面前，也是只有唯唯诺诺的份。无论我怎么劝，戴丽晴根本油盐不进，始终在这胡搅蛮缠。他们一口咬定我就是正经人的情妇，公司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他们说你是正经人的小老婆，怎么着？觉得你已经可以取代我了？戴丽晴冷笑着看我，一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心急如焚。这时戴丽晴看向我的脖子，额头顿时拧成了一个川。好啊，正经人竟然送你这么贵的项链。突然戴丽晴一把扯下装有录音设备的项链，里面可都是对方犯罪证据。我想夺过去，谁知他竟然先行一步扔给旁边的普拉达。你把它还给我！我喊道。见我如此在意这条项链，戴丽晴脸上露出的戏谑的表情，看得出来你挺喜欢的是吧？给我砸了，晴姐，这项链一看就是定制款，砸了怪可惜。普拉达有点心疼说道，他戴过的，我嫌脏。戴丽晴一把抢过项链，摔在地上，用脚踩了个稀巴烂。我扑过去，忍着手被高跟鞋践踏的剧痛，将项链残骸抓在手里。哼，再让我发现你勾引我老公，我保证让你在云城消失。见我欲哭无泪的表情，戴丽晴很是得意。我悄悄将窃听器藏好，虽然外形已经被破坏，但是数据不会损坏，这可是围剿的重要一环。闹够了吗？趁我没发火前，都给我滚出去！一直没作声的女王蜂终于还是开口了。刚才打我还没消气的戴丽晴转头看向女王蜂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怎么着？我打这个贱人你心疼了？聒噪！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不然我不介意让你们永远消失。女王蜂威胁道，而在戴丽晴他们看来简直就是笑话。只有我知道女王蜂真的能说到做到。穿普拉达的少妇立刻狗仗人势帮腔道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什么样的烂货找什么样的烂人。一个烫着大波浪的女人这时举着手机挤了过来，不是喜欢英雄救美吗？来来来，我这录着像呢，给你发网上。娜娜，你现在微博有多少粉丝？不多，也就30万出头而已，哈哈，够让这群死舔狗出名了。快录快录！富太太们叽叽喳喳一阵阴阳怪气，我可以感觉出亡命徒们看这群女人的眼神，就仿佛盯着一堆尸体，还戴个面具，来让我看看这贱人喜欢的是什么货色。突然，戴丽晴的一个举动让我的心提到嗓子眼。只见她冲过去，一把扯下女王蜂的面具，露出一张烧伤一半的脸。戴丽晴先是吓了一跳，然后就骂道，长得跟鬼一样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我在一旁快速地思考着如何能救这几个人的命。下一秒，那个自称有30万粉丝的李娜举着手机走到女王蜂面前，大家快来看啊，毁容男会所里企图帮小三，真是丑狗配贱女，天生一对啊。说完，李娜就对着女王蜂的脸拍，神色嘲讽无比。突然寒光闪过，一台带血的手机掉在地上，与此同时，还有3根刚做了美甲的纤细手指。大波浪一脸错愕，看着自己右手的断指处渗出嫣红的血，随后一声惨叫，满地打滚。戴丽晴见状惊叫想跑，可包厢的门早就被光头他们挡住。李娜要捡起自己的断指，女王蜂一脚踩住她缺了3根手指的手，冷笑道，你不是喜欢出名吗？我给你找个地方。随后看向不远处瘦得如同猴子般的一人，你那暗网4号房直播间最近不是想弄个活体解剖美女的专题吗？瘦子桀桀怪笑，嘿嘿嘿，可以可以。
女王蜂又看向光头，回头让猴子把这些人的零件都卸了。光头点头，笑得嘴都合不上了。谢谢峰哥。这时，川普拉达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表情变得格外惊恐，指向瘦子你是暗网恐怖直播的老板血猴子，嘿嘿。猴子脸上露出残忍的微笑。普拉达又指了指女王蜂，那她是女王蜂。说完，普拉达吓得瘫坐在地上，流出一滩黄色。戴丽晴疑惑地看着普拉达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他就是一鸭子，能把你吓成这样？普拉达哆哆嗦嗦地指着女王蜂，他是最大跨国贩卖组织头目，被通缉的杀人魔。戴丽晴猛地回头看向女王蜂，眼里尽是惊恐。女王蜂站起身，一脚踹飞戴丽晴，走到她面前，用脚尖挑起她的脸，嘶哑的声音再次回荡：“你想要怎么死？”戴丽晴被吓得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女王蜂似乎很享受被人畏惧的感觉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突然大喊：“弟兄们！”难得这么多女人送上门来，敞开了玩。全场暴徒们一声欢呼，随后就冲着刚才竟敢小瞧他们的太太团们扑了上去，手脚不老实起来。女王蜂亮出身份以后，这里的气氛完全就变了，处于完全失控。之前这些不可一世的太太团们，如今全部像瑟瑟发抖的小母鸡一样，被亡命徒们稍微一碰，立刻发出刺耳的尖叫。女王蜂一把搂住了我：“小妞，哥哥给你出气了。这些年，我见过无数的罪恶的场面，就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。”我装作害怕的样子，神色慌乱，而隐藏耳麦里则是传来了伙伴焦急的声音：“女王蜂在路上安插了眼线，他们有武器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”气氛变得紧张，我明显感觉到了女王蜂不断打量我胸口等部位的同时，眼中露出的杀意。他们又怎么会放过我呢？果然，下一秒，女王蜂从腰间抽出了一把枪，刹那间，整个包厢在轰杂的音乐声中骤然炸了。戴丽晴见到枪的那刻，脸色迅速青白，她跪在地上，不断地磕头，祈求等饶她一命。剩余的太太团平时就算再嚣张跋扈，可在此刻，脑子就算再傻，也是明白了一切。他们遇到了真正的狠角色。求求你，别杀我！我老公有钱，你们要多少钱都可以给。对，我们有钱。戴姐的老公是首富，我老公也不差。只要你们放过我们，啥都好说。之前还跋扈上天的太太团，现在如同随时可以一脚碾死的小虫子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地磕着头，泪流满面。这妞，你们喜欢，可以带走。戴丽晴抬起头，指向我的同时，眸底闪过无尽的怨恨。可下一秒，她愣住了。女王蜂把枪塞到了我的手里，语气戏谑：“打死他，你就可以上位了，成为真正的正太太。他不死。”女王蜂轻飘飘的声音在我耳边呢喃：“那就你死。”包厢内传出了一阵哄笑声，光头等人在大笑着。瘦子更是告诉我，慢慢杀才有意思。先是一枪打中人家喉骨下半寸的位置，让他说不了话，然后再慢慢的打在哪些不致命的地方。他说，当一个人暂时死不了，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从身体内流干，却无法求救时的绝望眼神，那才是最美妙的画面。女王蜂一手搂紧我的腰，一手帮我调整枪的位置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吗？这游戏下面的玩法。我颤颤巍巍地拿着枪，他这股嚣张肆意，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的感觉，让我再一次觉得这些人该死。即便刚才戴丽晴对我恶语相向，拳脚相加，但这并不是我杀他的理由。
原因是职责所在。我虽然一直混迹在群魔之中，可我时刻牢记着自己的本心，和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有着天壤之别。怎么，下不了手吗？他刚才那么欺负你，换作是我早把他大卸八块了。女王蜂在一旁怂恿道：“那个，蜂哥，我就是一个小女人，杀人太可怕了，我不敢。”我极力做出恐惧的神色，虽然要演戏，但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违背良心。戴丽晴这种人再坏，也应该有法律审判，而不是动用私刑。见我迟迟不动手，女王蜂死死盯着我，半晌开口道：“是不敢，还是不能呢？你该不会是条子吧？”与他的眼神对上，我如坠冰窖，那股强烈的压迫感再次袭遍全身。刹那间，瘦子等人举起了枪，纷纷对准了我。女王蜂给我2个选择：要么打死戴丽晴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；要么就和她一起等着被剁碎了喂狗。我错了，不要杀我，我再也不会敢了。戴丽晴扑通就跪下了，磕头如捣蒜，被女王蜂一脚踢翻。戴丽晴见女王蜂无动于衷，又爬到我脚边继续磕头：“李瑶，刚才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不想死呀。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味，哈哈哈，尿了，他尿了。光头他们见戴丽晴的糗样，捂着肚子狂笑不止。女王蜂半边被毁容的脸上露出了嘲讽，可是他依旧没有打算放过戴丽晴他们。我们的身份已经暴露，要不你杀了他们，要不就是和他们一起死。他将我的手指塞进了扳机里。这一刻，戴丽晴面若死灰，她疯狂对我大喊：“贱人，我下辈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”结果他话音刚落，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和枪声，戴丽晴的骂声戛然而止。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冲了进来：“老大，条子来了！”而也在这一刻，我耳机里传来了伙伴的指令：“捕风行动，围剿！”话音一落，我将手中的枪直直调换枪口：“投降吧！”这一刻，包厢内所有人都惊愕无比。女王蜂直直地看着我，对准她的枪口，眼神中终于出现了一丝忌惮。可下一秒，戴丽晴惊愕地看着我，旋即化为了无尽的怨恨，大喊：“你刚刚为什么不保护好我们？”其他闺蜜团也纷纷叫嚣了起来：“我要投诉！我要投诉你！我的手指没了，我要告得你倾家荡产！你死定了！我记住你了！”看着他们骂我，这一刻我难得的分神。也是在这一瞬间，光头瘦子等人的枪也顶在了我的脑门上。瘦子怒吼：“放下枪，不然老子崩了你！贱人，你以为这就赢了？”女王蜂被枪顶着头，却还是笑了。这一刻，我从女王蜂眼中看到了嘲讽。我刚反应过来，女王蜂直接抬手，迅速地抓住了枪，只是她没有夺，反而一把死死地捏住，将她的脑门和枪的距离拉近到紧紧贴住。大家记住了，如果他开枪了，你们就把他做人质。在所有人的诧异中，女王蜂非但没有任何一丝紧张，反而笑得疯狂。等出去了，给我狠狠的报复，回来就行。从他那疯狂的眼神里，我能看出他是认真的。可是他们也显然低估了我的觉醒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加入组织时，队长带着我们宣誓：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忠于法律，不怕牺牲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发誓后，队长问过我：“你知道一年有多少伙伴牺牲吗？”没有等我回答，他便说了答案：1天8个，其中一半是受到非人的折磨而死，另一半才是牺牲在战场的。他看着我：“你后悔吗？”那时，我只是抬头望了望湛蓝的天空，憧憬着如今和平的生活。
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他4个字：纵死不悔。听着外面传来的枪响，我毫不犹豫地对着女王蜂扣动下了扳机。这些人今天绝不能放过一个。但也在这一刻，戴丽晴疯狂地扑向了我。贱人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愣了神。女王也在此刻捏着手枪一偏，枪声响起，子弹沿着她的头击中了墙壁。你疯了！我大喊，可手中的枪依旧向女王蜂对准。可下一秒，随着耳边枪声的响起，我腹部位置传来了麻木的感觉。我缓缓低头，看着血从腹部上涌出。我中枪了，瘦子还要再打，却被女王蜂拦住。他看了一眼太太团，眼中露出嘲讽：别，好戏就该接着演啊。话落，他一把夺走了我手中的枪，扔到了戴丽晴脚边。用这个，到时就说是我杀的。女王蜂的嘴勾了起来，那般的疯狂，也是那般的戏谑。看着戴丽晴哆哆嗦嗦捡起枪，他才回头看向瘦子等人。我们撤。将门打开的那刻，外面轰杂的枪声和人声传来，以及女王蜂回头看向我的那一句：女人，希望你能活下来。门被关上的那刻，我看见戴丽晴颤抖地将枪指向我，眼里疯狂无比。狐狸精，你完蛋了！戴丽晴，你疯了吗？我说了，我跟你老公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冷静一点。外面在交战激烈中，包厢内也是剑拔弩张。我疯狂地劝说着戴丽晴，心里却在想着必须要把女王蜂抓住。你杀了我就是违法，到时别说你，就是你老公也保不了你。可是我的话非但没有让戴丽晴退缩，反而让她更加疯狂。老娘不管，今天老娘的事已经通过直播传出去了，老娘以后还怎么做人？其他太太团也在大喊着，尤其是断了3根手指的李娜，她捂着伤口，歇斯底里：戴太太，快杀了她！敢让老娘断手指，她今天必须死在这里！而普拉达更是对着我喊出了：杀人！你以为我们真没有杀过吗？像你这种狐妹子，老娘早弄死过2个了。这一刻，我不再劝说，保护公民是我的天责，可面对杀人犯，将他们交给法律就是我的手段。更何况，我不能再等了。下一秒，在他们目瞪口呆中，我将脚下的瓶子踢向戴丽晴。戴丽晴也在这一刻开枪，可惜她忽略了，普通人哪会用枪？他开枪瞬间的反作力，直接让他跌坐在地上，头顶上的灯被打碎。而我也在这一刻抢过他手里的枪，直直地顶在了他的嘴里。同时，支援的伙伴也在这一刻冲了进来。戴丽晴以为我会杀他，然而我并没有。在将戴丽晴交给突击队后，我持枪快速地冲了出去。只是后面戴丽晴疯狂的大喊依然传到了走廊。狐妹子，我要举报这个狐妹子，她知法犯法，她就是和那些人一伙的，你们不能放她走，赶紧毙了她！声音越来越小，我随着枪声，不顾腹部的疼痛和传来的晕眩感，直接向战场跑去。戴丽娜不知道，除了那项链里的设备，我的隐藏式耳机也是在实时对外播放着他的一言一行的。女王蜂一众匪徒被捕了，在我达到战场的那刻，他正在做最后的反扑。他的身前到处是我们的人。笑话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从来诞生不了犯罪集团，一旦有，我们将使命必达。而此刻，我能做的，便是唯一一个出现在了他背后的人，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。砰！随着枪声，女王蜂被击中。临死前，她愕然地转过头，看向了我，最后的眼神仿佛是在说：我怎么还没有死？
只是他永远没有机会说出这句话了。随着他的倒地，其他嫌犯们也被制服，等待这群恶魔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。一颗正义的子弹会结束他们罪恶的一生。同事为我披上衣服，之前都被戴丽晴他们撕扯破了。李瑶，你没事吧？还疼不疼？同事关切问我。我摇了摇头，随后调侃道：下次能不能别让我接触有妇之夫了？同事有些为难道：这个看今后怎么安排了，估计还得继续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把衣服使劲往他身上一丢，站起身准备离开。你要去哪呀？同事连忙问我。趁着现在的状态，再去抓几个捡尸的臭流氓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当我就要离开现场的时候，就见救护车里躺着一个人，是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戴丽晴，旁边还有不少惊魂未定太太团们。原本已经十分虚弱的他，见到我以后，突然来了精神，挣扎着站起来。旁边的护士按都按不住，他一瘸一拐地冲着我跑过来，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不断抽搐。就是他和那些王八蛋就是一伙的，你们怎么不抓他呀？太太团一个个的对我怒骂着，要求组织对我严厉惩治。他们更是扬言要告到我判4星为止。可是当我将隐藏耳机拿下来，并将录音在他面前播放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里面的是他要杀我录音，以及周围太太团撺掇，更有他们说自己手上都有几条命的声音。你个贱人，狐狸精，小三，等我出来，老娘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等你出院再说吧。我懒得搭理他，径直离开。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有的人真是不是可怜，本质上就是垃圾，救了也白救，早晚自己还得作死。结束了这次危险的任务，我获得了几个月的假期，终于可以过上一段正常人的生活了。这一段时间，我每天无非就是逛逛街，喝下午茶，追剧。毕竟我也不是生下来就是一名铁娘子，我也是个女人。一天电视里突然插播一条新闻，是关于之前在江城抓获的国际犯罪集团蜂巢的审理现场，而法庭也最终宣判了女王蜂等人无一例外，全部都执行死刑。郑景仁由于有此次行动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并且积极配合，打掉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国际犯罪团伙，从而获得宽大处理。最后他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，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郑景仁入狱以后，公司破产倒闭了，那些和他有关系的太太团老公们也都不同程度受到处罚，基本上再也无法翻身了。然后是戴丽晴，由于他过于嚣张跋扈，还想开枪杀我，虽然保住一条性命，但最后也被判有期徒刑13年。至于其他人，比如那个主播娜娜，因为手指被女王蜂他们踩得稀烂，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也表示无力回天，只得落下残疾。加上鼓励戴丽晴杀我，从医院出来以后，也将进去服刑。原本我以为这是会告一段落，也觉得这太太团能够这次中吸取教训，踏踏实实重新做人。可惜我错了，我低估了人性，不然想必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。有句话叫自作孽不可活。很多年后，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多年的经验很容易就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。太业余了吧？拐进了一条小巷，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我回过头，就见巷子另外一头站着几个熟悉的身影。没想到过了15年，我们还能再见面。死贱人，你现在还没离开江城呢。说话这人明显嘴巴有点漏风，定睛一看，
竟然是戴丽晴。此时她哪有当时的意气风发，但年快50，嚣张跋扈的性格始终没变。她手里举着刀，虽是颤抖，可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怨恨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出来了就好好做人，又找我干嘛呀？见我这副态度，戴丽晴丑陋的脸不禁又颤抖了起来，只是左边脸不协调的样子让她看起来非常滑稽。问我找你干嘛？当然和你算算旧账。当年不是你，我们会坐牢吗？当年不是你，我们会沦落到捡垃圾吃吗？贱人，你今天跑不了了。戴丽晴一脸怨毒盯着我，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，此时我早就被这群人的恨意碎尸万段了。打你的是女王蜂他们，你找他们去，找我干嘛？女王蜂他们都被枪决了，我找鬼去啊！戴丽晴咆哮的声音响彻小巷，就是因为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才害得我们这么惨，你要负责任。带着假肢的娜娜也站了出来，对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晴姐也不会毁容，姓郑的也不会进去，我们也不至于老公破产被扫地出门。所有太太团的人开始对我口诛笔伐。哦，对了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太太了，就是一帮失忆者。真搞不懂这群人的脑回路，明明犯了错，可是自己根本察觉不到，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，怨天尤人。如果要是早一点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，那就不至于付出那么大的代价。最可悲的是，即便是付出沉痛的代价，他们依旧不认为自己是错的。看样子，之前女王蜂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，你们应该庆幸自己还有命，还能站在这里和我叫嚣。我冷冷说道。哼，原本我们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自从你的出现，把一切都给毁了。我们要你也体验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戴丽晴估计是毁容以后，再加上人生大起大落，受到极大刺激，原本就思想偏激的她，比以前更加疯魔了。这群人慢慢朝着我逼近，手里拿着家伙，显然是要对我展开报复。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奉劝你们和我动手之前考虑清楚。我警告道，我的人生已经被你毁了，那你也想好过？戴丽晴根本不为所动，依旧带着人朝我逼近，就连已经残疾的娜娜也掏出了一把水果刀。我被逼入了墙角，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戴丽晴又摆出了之前那副桀骜的样子。哈哈哈，小贱人，今天落在我们姐妹手里，又没有那帮混蛋能帮你解围，我看你怎么办？15年前没有弄死你算你走运，这次我要把你也变得和我一样吓人，看你怎么靠你的狐媚样勾引男人。我要剁了你的手，挑了你的脚筋，让你生活不能自理。见我势单力薄，这群家伙们又开始放狠话了。就凭你们？我冷眼质疑问道。怎么？别看我们都受了伤，收拾你还不是轻飘飘？也不看看我们多少人？戴丽晴指了指身后众人。之前我之所以被打不敢还手，那是因为我在执行抓捕女王蜂的特殊任务，不能暴露。现在事情解决了，这群阿猫阿狗还想欺负我，怎么可能？对方气势汹汹朝着我扑过来，被我一一放倒在地。那不可思议的眼神看向我，晴姐，他怎么那么能打？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呀！见状后，我脸色一沉，冲上去一个飞踹，将戴丽晴放倒。这下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报当时殴打我的仇了。最后，戴丽晴等人在经历了被打、老公破产被抛弃之后，又摊上了一次牢狱之灾。这下监狱将是他们永久的家，在里面好好反省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